章节我们接着上章节 Affordance 产品架构中的问题、链接技术功能和使用者任务的案例，继续介绍给各位同学。了解用户和产品，大多数关于这些主题的背景讯息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的，以确定产品相关的技能、产品知识、活动和使用方法。每个测试对象的资讯总结在表中。在美国家庭住宅中，使用他们自己的搅拌机进行了8次观察，并围绕在受测者使用产品的期间来做调查。他们对厨房搅拌器的理解来定义。该产品的选择基于3个标准：1. 家庭厨房常用的产品； 2. 熟悉产品操作； 3. 简单的操作。使用搅拌机的过程必须在产品使用之前生效，包括以下的因素，例如天气会影响使用者口渴的状态或改变选择的饮食。假设定义都有效，那从头到尾使用搅拌机制作饮料的典型过程，可能包括多达13个任务和几个子任务。在本例中为研究、移动、支持、安全和按下。接着在任务分析之后，评估了一系列典型量产搅拌机为基准功能，并分解来定义技术功能，确定了12个技术功能，并分布在4块模块：控制、电机、材料和结构中，基于4种流动：人力人员、电力、材料和机械能。典型搅拌机的功能模型图如图所示，发现使用者如何在搅拌机的产品架构中感知 affordance 的可能性，比制作使用者流程和定义技术功能更重要。在制作饮料之前，要求受测者绘制搅拌机粗略草图，辨别出更多并描述每个部件的效用。对于重复评估，在实验对象的图纸中确定了产品的部件的发生频率。结果显示，受测者平均使用63% 的可见产品部分来代表产品。虽然这项研究没有统计学的意义，但它展示了分配给每一个产品的部分的子任务可能性的范围。除了记录子题代表产品的部件的频率之外，还通过提示关于图示中表示的每个部件的有用性的问题来研究它的识别产品属性和产品操作的子任务的能力。确定的基本子任务： 1. 比如拿起搅拌机或罐子，把它拿到附近的台面上，为搅拌机接电，量测内容物，把内容物倒满在搅拌器中，启动搅拌机，看它混合的状况，拿稳搅拌机，把内容物倒入杯子，清洁罐子，并存放搅拌机。表中显示了这些发现，包括图画的频率和每个部件引起的使用者关注，以及操作每个产品部件所需要的子任务。当他们在使用产品时，图画和子任务描述了使用者和产品互动的心理模型。描述功能的 affordance。从使用者和产品架构研究中，确定了以下的功能的 affordance： 1. 控制能力； 2. 辅助能力； 3. 可运输性； 4. 多种速度； 5. 混合能力； 6. 移除能力； 7. 清洁能力； 8. 量测能力； 9. 密封能力； 10. 监控能力； 11. 可服务性； 12. 防飞溅能力，以及13. 厨房风格功能。这些 affordance 描述使用者期望典型的搅拌机能在设计阶段将复杂的功能需求也加入其中。产生的功能任务交互作用，利用从了解使用者和产品中获得的讯息，
串建立功能和任务交互作用的图表，以确定技术功能和使用者任务之间潜在着交互的作用。这些交互作用代表 FTIM 的核心，并指向所描述 affordance 的能力，如图所示。在 FTIM 中，功能级别的 affordance 大多是可识别的，但有些可能代表整个设备的属性。在案例研究中，清洁能力、密封能力、防飞溅能力和厨房风格能力，这是因为功能性 affordance 可以指向非功能性需求，源于使用者对不期望和期望的产品方面的确定，分别是防飞溅能力和厨房风格能力。其中一些要求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有趣的是，分析之外留下足够的东西，这表示模型可以作为过滤单独分析的非功能性需求的工具。基于上面的 FTIM， 可以辨识数个指标，更大的指数表明对 affordance 的需求更高，因为更多的技术功能必须符合特定任务。仔细评估5个任务：设置、打开、启动、监视、停止。这些会影响到随后设计或重新设计搅拌机设备时作为参考的重要讯息。随着交互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这些指数会反映出 affordance 属性的感知。例如，出现在一个技术功能中的5个属性，将会比只提供2个属性产生更强烈的暗示性的 affordance。因此 ，FTIM 中相互作用的数量反映出可以容易辨识的 affordance 表中显示了这些线索。代表功能的 affordance 除了记录使用者任务和技术功能交互的频率之外，还开发了一个新的功能模型图，以整合 FTIM 图中显示功能的 affordance， 并扩展技术功能的描述。除了提高功能模型图的详细程度之外，也附加了 affordance 的讯息，为使用情况提供了子任务参数。在搅拌机例子中，材料的不同物质定义了新用途和替代的技术功能物质，将功能的 affordance 整合到产品架构中。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足以捕获使用者和产品交互的布局图，将此技术功能和功能的 affordance 进行比对。如图所示，提供了关于每个产品部件的期望和不期望效用的附加讯息层，并突出了在当前产品架构实践中未考虑功能的 affordance。请注意，在 FTIM 和功能模型中未获得到功能的 affordance， 凸显在表格中，但厨房风格能力除外。产生操作 affordance 属性，从描述模式转变为规划模式。最后一步是以实际方式获得 affordance 的属性，如 affordance 水平和属性方法所述。FTIM 相互作用有助于确定操作 affordance 水平的讯息和结构属性。当分解交互组1的任务时，子组多种速度能力、选择速度、启动搅拌器和停止搅拌器成为子任务选项，以下适用。为了导入人类命令，使用者必须选择速度，通过按、转动、滑动和发声。此外，通过每个子任务和营运级别的 affordance 适当属性做互相匹配，可以开发出从使用者角度提供更好产品性能的解决方案。在案例研究中，可以通过考虑每个技术功能的多个解决方案，
来生成几个搅拌机概念，对这些解决方案的评估，多基于每个结构和讯息属性的优点和缺点。结论：通过在产品架构中消除 affordance 概念周围的模糊性，该方法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对其未来设计的更多控制。提出的方法包括：一、探索使用者任务和子任务；二、使用者与产品交互作用的调查；三、指出技术功能的 affordance 之要求；四、介绍用于表示功能 affordance 的视觉手段和产品架构；五、探索建立于 affordance 属性的解决方案。在确定通过任务分解来区分 affordance 的水平时，搅拌器案例研究强调了在理解 affordance 的过程中实施结构化方法的重要性。它说明了技术功能如何能够承载额外的使用者需求，以及如何选择 affordance。例如，控件的大小和设备的总重量需要开发人员的关注。affordance 水平提供了使用者的理解，以及在合并具有不同功能的产品时，如何平衡他们的要求。下堂课会以 UI 使用者界面做 affordance 的介绍。谢谢大家。